我本是相府千金，可爹爹因为得罪了昏聩的老皇帝，落得个全家被抄的结局。被卖入青楼后，我为保清白撞墙自枪，没曾想人没死，额头却留下块丑陋的血痂。老鸨不想花钱替我治脸，见我还有一口气在，索性以1两银子将我卖给了人牙子。卖掉钱，我抓住了一个猎户的裤脚，求求你买下我。男人低头看了我一眼，我家中贫苦，兄弟3人尚未娶妻，若跟了我，便要一起照顾我们，你可愿意？我拼命点头，却没想到他不仅没嫌弃我毁容了，还十分宠我。唯一不好的是，他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，床上凶悍的如狼似虎，以至于天一黑我就双腿打哆嗦。从昏死中醒来时，我的耳边响起几道声音：大哥，嫂子什么时候才能醒过来啊？她睡这么久都不饿的吗？闻言，我有些茫然地睁开眼睛，然后便对上一双乌黑深沉的眸子。是他，那个被我求着买下自己的猎户。还不等我开口，他已朝我伸出手来，将我从床上扶了起来。你醒了，起来吃点东西吧。等坐起身来后，我才发现自己正在一间破旧低矮的茅草屋内。屋内3个身材高大强壮的男人正低头直直地盯着我看，整个茅草屋几乎都被他们高大的身躯占满了。想到男人买下我的目的，我不由得呼吸一紧，心里涌起一丝羞耻紧张，下意识握紧双拳。那天人牙子说了，若再没有人买下我，他便准备把我卖进附近的低等窑子，省得还要浪费他的粮食。我好不容易才靠自枪躲开了接客的下场，又怎么想再被卖进去？而且鼓起勇气自枪过一次后，我真的再没有第2次自杀的勇气了，不然也不会苟且至今。所以绝望之际，我才死死抓住了路过男人的裤脚，求他买下我。虽然对方说他家里很贫苦，可和被卖进最下等的窑子里相比，能够嫁给他一个猎户已经算很好了，更何况他长得还很好。虽然刚才只是粗略的一扫，但我也看清了他们兄弟的长相。他们没有上京男儿的文雅贵气，风流温润，可却也个个生得俊朗挺拔。若非过于家贫，就3人这相貌堂堂的模样，必定不愁娶不到媳妇儿的。买下我的男人更是生得剑眉星目，鼻梁高挺，身材高大威猛。只是就他这壮硕的体格，我的身体真的能吃得消吗？就在我暗自担忧时，买下我的猎户突然朝自己的2个兄弟道：小山，你去给他盛饭；小武，你去给他烧热水。兄弟俩听了大哥的话，立刻应下，转身走了出去。待2人出去后，男人才目光深沉地看着我，我不禁紧张地抓紧衣摆。男人这时却只是给我掖了掖身下的被子道：我叫陈江，是老大，小武是老2，小山是老3。我们家的情况你也看到了，家里就我们兄弟3人，没有田地，拢共就这么一间茅草屋，所以没人肯将闺女嫁过来。前几天卖猎物的2两银子，我本是打算拿来给小山做拜师礼，让他去木匠家当学徒的，但你求我买下了你，家里又正好缺个女人，我便做主买了你做媳妇，以后我会好好待你，有我们一口吃的，就饿不死你，但我也希望你能做好媳妇的本分。闻言我哑声道：我知道了。其实我当时也只是抱着最后一时的心态，抓住了陈江的裤脚，没想到他竟真的买下了我。很快，陈山便端着一碗白米粥，小心翼翼地捧到我面前，看着我的眼神非但没有嫌弃，反而还亮晶晶的，甚至还带了一丝讨好。嫂子，你饿坏了吧？快吃点粥。碗里的瘦肉粥炖得软烂，自从跟着人牙子一路往北走，我已经很久没有吃到好吃的了，一时间肚子不自觉地发出咕咕的声音。我顿时尴尬的脸色爆红，忍不住低下头去。陈江却在这时朝陈山道：小山，他饿了很久，你慢慢喂他吃，我去上山一趟，看看能不能打只野鸡回来给他补补。说着，拿起墙上挂着的弓箭，便大步走了出去。陈山听了连连点头：放心吧，大哥，我会照顾好嫂子的。说着，拿起勺子，满脸讨好的给我舀了一勺粥，递到嘴边。食欲瞬间战胜了刚才的羞耻，我几乎是立刻张开了嘴巴，狼吞虎咽下去。入口的瘦肉粥用的是带着苦味的粗盐，可对现在的我来说，吃起来却那么的香甜。陈山见我吃得急，脸上露出心疼的神色：嫂子别着急，锅里还有呢。等一碗粥见底的时候，陈武也把热水烧好了，然后直接将浴桶那么大的水缸扛了进来，放在茅草屋中央，朝我呲起大白牙来。嫂子，热水好了，我先去提水，你再等一会儿啊。想到我已经大半年没洗漱过了，甚至还为了避免被卖进窑子里，故意往身上头上抹泥巴，于是便朝陈武点了点头：好，那就有劳二弟了。听我这样喊他，陈武顿时目光灼灼地看着我，恨不得把嘴角咧到耳朵根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陈山这时也直勾勾地看着我：嫂子，我也想听你叫我3弟。闻言我不禁耳根一热，十分不自在。想到陈江的话，还是小声道：3弟。兄弟俩顿时乐得纷纷龇牙，然后干劲十足的去给我拎水。水缸里很快装好了热水，兄弟俩这时齐刷刷的朝我道：那嫂子，我们就先出去了，有事你叫我们，衣服你就先穿我哥从前的旧衣服。我轻轻地点了点头，我知道了，多谢。等他们关好大门后，我才松了一口气，低头看向平静的水面，
肉眼所见是一头肮脏蓬乱的发，灰不溜秋的脸，以及额头中央堪称恐怖的丑陋疤痕，连我自己看了都觉得瘆得慌。可就是对上这样一张脸，陈家兄弟居然还笑得出来，脸上也没有丝毫的嫌弃厌恶。一时间，我不禁心中有些茫然。若是以往，陈家三兄弟给我提鞋都不配，可如今分明是我配不上陈江了。但从陈家兄弟方才的所作所为来看，他们似乎根本不在意我的脸吓不吓人。或许以后我可以安心的在陈家待下去了。脱下衣服后，我踩着凳子进了水缸。知道陈家家贫，每一件家具恐怕都来得不容易，所以踩进水缸的时候，我格外小心，生怕一不注意就把水缸给弄破了。身体没入水缸里后，原本清澈的水很快便浑浊了起来，我的皮肤也逐渐露出原本白皙的模样。看着水缸里越洗越脏的水，我不禁起身，重新穿好身上破烂的旧衣服，尴尬地朝门外道：“二弟三弟，可否帮我换下水？”听到我的话，兄弟俩很快应声。我们这就来了。不一会儿后，房门被推开，而兄弟俩一进来，便卷起袖子，利索地将水缸抬了出去。我抓紧身上的衣服，低着头不敢去看他们。兄弟俩合力把一缸污水抬到屋檐下倒掉后，很快又给我提了一缸热水，又洗过一遍后，我身上才干净了许多。然后换上了陈江从前穿过的满是补丁的衣衫，不过因为我身材娇小，即便穿的是陈江少年时的旧衫，依旧显得很长，我只好将衣袖裤脚卷了起来。陈山这时进来，搬起一把椅子朝我道：“嫂子，外面日头大，你去院子里晒头发吧。”望着还在滴水的发梢，我不自在地嗯了一声。但陈山的热情活泼，虽然让我有些别扭，却也暗自松了一口气，因为他的态度在告诉我，陈家很欢迎我的到来。晒干头发后，看起来有些斯文的陈武突然递给我一块蓝色粗布：“嫂子，这个你可以拿去做抹额。”闻言我愣了一下，随即接过蓝布朝陈江道：“谢谢。”说完便抬手系上抹额，挡住我额前的丑陋疤痕。不过带子系好后，兄弟俩再次看向我时，竟都面露薄红，看起来有些不自在。嫂子，你好美啊！陈山这时直勾勾地看着我道。陈武也盯着我低喃：“怪不得大哥要买你回来。”闻言，我不禁羞赧地捏紧衣摆，垂下头去。长得好看又有何用？没有自保的实力，美貌只会沦为负担。日落前，陈江回来了，手里还拎了2只野鸡、1只肥硕的灰兔，以及10几个饱满的无花果。看到我此时的模样，他表情一顿，随即将手里的果子递给我：“距离晚饭还有段时间，你先吃几个果子垫垫肚子吧。”我羞赧又紧张地点了点头。虽然那日是我主动抓住的陈江的裤脚，但其实我对他是有些惧意在的，因为他的表情看起来太过深沉冷峻，不好接近。而我之所以会在陈江路过时向他求救，一是因为正好看到他在旁边的酒楼卖了猎物得了银子，二是因为只有他在经过人牙子的摊位时多看了我一眼。晚饭是一锅喷香浓郁的野鸡汤，兄弟3人默契地把鸡腿和肉最多的部位留给我，还给我盛了一大碗汤。吃过饭后，他们便利索地把碗筷收拾了，然后在院子里用井水洗澡。我则是缩在宽大的土炕上，十分恐惧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。这时，陈江大步走了进来，然后站在炕边，眼神深邃地看着我，嗓音低沉道：“把衣服脱了。”听到陈江的话，我顿时浑身上下都哆嗦了一下，然后闭了闭眼睛，忍下眼泪和羞耻，坐起来伸手去解腰带。而等我抖着手解开腰带的时候，陈江早已露出结实健硕的胸膛，然后一把将我扯到他的怀里。我瞬间被他滚烫的体温烫得浑身僵硬。陈江却在这时直接吻了上来，大掌摩挲着我的后背，放轻松。他说的倒是轻松，可是我怎么放松得起来？更何况待会儿陈武、陈山就进来了。许是看出我的紧张，陈江这时竟朝我道：“别怕，结束前他们暂时不会进来。”闻言我愣了一下，心中暗自松了一口气。陈家就这间茅草屋，晚上都挤在一张炕上，若是在其他人在的时候圆房，我真要羞耻死。但很快我就没心思想那么多了。在陈江的亲吻和摩挲下，我的身体竟不受控制地软了下来，变得不像自己了。可真的被陈江破身的刹那，却还是忍不住落下泪来。1年前，我还是养尊处优的相府千金，有疼爱我的爹娘和一个侯府世子未婚夫。可爹爹触怒天颜后，一切都变了。相府被抄家后，爹爹被赐死，娘亲和祖母自缢而亡。一夜之间，我失去了一切，自己也被当作奴隶卖去了青楼。毁容后一路辗转，被陈江买下。正在我低气间，陈江突然吻去我的眼泪，然后哑声道：“别哭，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。我知道自己很穷，但再穷我也不会让你饿到的。别哭了好吗？”听到陈江的话，我渐渐止了眼泪。第二天我醒来时已是晌午，陈江和陈武已经再次上山打猎了，留下陈山在家中守着我。见我醒来，陈山瞬间眼神一亮：“嫂子，你醒了，饿了吧？我这就去给你盛饭。”说完，起身就朝屋外走去。我赶忙撑着酸软的身体起来。让我松了一口气的是，身上的衣服已经被陈江穿好了，不然我真的无颜见人了。陈山是兄弟3人里长得最白的，
一双狗狗眼清澈明亮，总是带着笑意。他很快就端了一碗野鸡汤和白米饭进来给我。嫂子，大哥说你昨晚累到了，今天要好好补补，我来喂你吃吧。闻言我不禁脸颊一热，不用了，我自己吃就好。陈山顿时有些失望的道，那好吧。随后朝炕上放了一个小木桌，然后双手撑着下巴，一直眼神发亮的看着我。我被他看得有些不自在，忍不住道，你怎么一直看着我？陈山顿时咧嘴一笑，因为嫂子你好看啊。闻言我不禁脸颊一热，而陈山见我脸色红得厉害，连忙道，嫂子你别不好意思啊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我不禁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压下脸上的热意，随即朝陈山道，我知道，但长嫂如母，以后万不可这般行事言语了，毕竟陈山已经不少7、8岁的孩子了。陈山见我脸色不好，赶紧道，嫂子你不喜欢的话我不说就是了，快吃饭吧，都要凉了。我这才拿着筷子重新吃起来。吃过饭后我下床洗漱，这才发现我的衣服已经被洗好晾晒在竹竿上了。再看陈家的院子和屋子，处处都被兄弟3人打理得干净整齐，似乎并没有什么需要我干活的地方。见状我不禁心中暗暗松了一口气，倒不是庆幸自己不用干家务活了，而是庆幸陈家兄弟都是踏实勤劳的男人。毕竟穷是一码事，但是穷还敷衍邋遢就是另一码事了。而陈家虽然家贫，但是兄弟3人看样子都是会过日子的男人，和这样的人一起生活，至少日子还有点奔头。等我洗漱完后，我不禁看向陈山，三弟，家里可还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？既来之则安之。从前的千金杨婉晴已经死了，现在的我只是一介农妇。孰料陈山听了我的话后，竟直接摇头，没有，洗衣做饭都有我们呢，嫂子你只管坐那休息便好，大哥说了不让你干活。闻言我不由得一怔，陈江竟是这么对弟弟们说的吗？片刻后我忍不住朝陈山问道，三弟，你们的父母呢？陈山听了顿时有些黯然道，早就死了，我和二哥能长这么大全靠大哥，若没有我们2个拖累，凭大哥的本事他早就过上好日子了。想到陈江那种成熟坚毅的脸，我不禁对他升起一丝敬佩。都说半大小子吃穷老子，可陈江却将陈武、陈山都养得这么高大强壮，由此可见他这些年没少费心费力的养2个弟弟，这是个有责任有担当的男人。他既然说了会一辈子对我好，那必然会言出必行的。想到这，我心中一松。天黑前，陈江、陈武终于回来了，2人竟然带回了一头奄奄一息的鹿。陈江将鹿放下后，便朝陈山道，小山，赶快吃饭，吃完和我一起去镇上，等鹿死了，鹿血就不值钱了，鹿血大补，镇上的有钱人很喜欢。陈山立刻兴奋地点头。兄弟俩狼吞虎咽完晚饭后，便扛着鹿脚步匆匆地出门了。临别前，陈江交代陈武保护好我。见状，我不禁担忧地看过去，这么晚了还出门，真的安全吗？陈武这时朝我温柔地笑道，嫂子别担心，大哥和三弟都是男人，路也熟悉，出不了事儿的。我轻轻地点了点头，而陈武收拾完碗筷后，便去给我烧热水了。我在屋内洗漱的时候，他则是在院子里冲凉。等我洗完后，他进来倒了泡脚水，然后朝我轻声道，嫂子你先睡吧，我在院子等大哥他们回来。说完便贴心地关好房门，拎着把椅子出去了。听到关门声，我不禁暗暗松了一口气。陈江不在，让我和陈武独处，我确实很不自在。不过好在陈武很贴心，自己主动出去了。翌日我醒来时，陈江和陈山已经回来了。陈江今日没再进山，而是疲倦地抱着我还在睡，而我刚一动弹，他便唰的一下睁开了双眼，然后长臂一揽，将我扣在怀里，低头吻了下来。松开我后，他从枕下掏出来一个布袋递给我，媳妇儿，这是昨日卖鹿得的30两银子，你收下吧。闻言我不由得一怔，交给我保管了。陈江点了点头，你是我媳妇儿，钱给你保管不是很正常？说着利索的起身穿好上衣，又回头朝我道，对了，明日逢集，你有什么想买的东西可以提前想好，到时候买回来。我下意识的点头，知道了。随后握紧手里的钱袋，30两银子放在以前还没有我一顿饭钱多，可对这个家来说却是一笔巨款了。我才刚到陈家，陈江竟然就放心将这么多钱交给我保管，他就不怕我拿着这笔钱跑掉吗？想到这，我忍不住看向陈江，你就不怕我拿钱跑了吗？听到我的话，陈江突然眼带笑意地瞥我一眼，神色有些戏谑道，就你这弱身板，能不能跑出大山都不一定。我不禁耳根一红，随后胡乱点了点头道，我知道了，我会好好保管这笔钱的。而等到和他们一起吃早饭时，我才发现他们和我吃的竟不是一样的饭。兄弟3人吃的都是糙米粥和红薯，唯独我的碗里是精细的大米粥。我不禁怔愣地看着他们，家里只有我吃白米粥吗？你们不用这样的，以后我和你们吃一样的饭就好。孰料听了我的话，兄弟3人却都纷纷不赞同地看着我，你身子弱，本就该养得精细些。陈江沉声道，陈武也道，嫂子你别有心理负担，我们男人能吃饱就行了，你可不一样，得吃好才行。陈山也是连连点头，对啊，嫂子你只管安心吃你的。闻言我紧了紧手里的筷子，低低的嗯了一声，心中感动不已，眼眶不由得涌上一丝热意。俗话说得好，
嫁汉，穿衣吃饭。陈家兄弟虽然穷，可却愿意把仅有的好东西让给我一个人吃。光凭这一点，他们已经胜过天底下绝大部分男人了。或许被陈江买下是我的幸运。当晚，陈江急切梦浪了不少。我虽还是很不自在，可他在这事上真的很会，很快便让我沉溺其中，忘了羞耻了。翌日醒来，吃过早饭后，陈家兄弟便带我去镇上赶市集了。怕我走路辛苦，陈江直接背着我往前走。这时我才发现，陈家的位置真的很偏，距离最近一户人家也有近1里地了。路上碰到其他去赶集的村民，他们都好奇地朝我看过来，然后朝陈江打听：“陈老大，他是谁啊？”闻言我心中一紧，怕被人发现身份。陈江则是在这时沉声回道：“这是我媳妇儿。”听到陈江的话，那些人都露出惊讶的表情。你媳妇儿？谁家姑娘愿意嫁去你们家啊？别是被你们拐来的吧？见他们这样恶意的揣测陈江，我不禁有些生气。而陈山已在这时大声骂道：“放你爹的狗屁！大嫂是我哥花2两银子从人牙子那买回来的，我们家就是再穷也干不来拐卖人口的缺的事儿。”听陈山这样说，对方表情有些讪讪，但很快便又嗤笑道：“2两银子能买到什么好女人？怕不是窑子里出来的，早就被人玩坏了，不能生了吧？”闻言，我不禁趴在陈江背上，猛地握紧拳头。而陈武、陈山这时已经冷冷地朝那人大步走去，直接挥拳：“你自己喜欢嫖，便以为人人都如你一般龌龊吗？我大嫂是个好姑娘，再让我们听到你编排她，别怪我们不客气。”见他们打起来了，我顿时急得赶紧扯下头上的草帽和额上的蓝布。2弟3弟别打了，万一受伤了可如何是好？而其他人看到我额头上的疤痕，顿时纷纷被吓得一跳，面露骇然之色。靠，吓我一跳，怪不得才卖2两银子呢，这简直就是个夜叉。而陈江则是赶紧把我放下来，拧着眉心挡住他们的视线，帮我把抹额重新系好，再用草帽遮住我的脸。别怕，随即转身，眸光冰冷地扫向其他人。我媳妇如何，还轮不到你们来智慧。下次谁再敢污蔑我媳妇的清白，我们陈家3兄弟定会和他不死不休。说完，朝陈武、陈山道：“小武、小山，我们走。”然后弯下腰，再次让我爬上他的后背。我忍着泪意，垂眸爬上了陈江宽阔的背。但我没想到的是，等到了镇上以后，他们没急着去采购，而是带我去了一家药堂。大夫，劳烦您看看我媳妇头上的疤痕还有救吗？陈江朝坐堂大夫问道。闻言，我不禁错愕地看向他。夫君。陈江安抚地轻轻拍了拍我的手，解开我头上的蓝布。而大夫看了我一眼后，便露出惋惜的神色。好个俊俏的小娘子，怎么现在才来看伤？检查过后，大夫点了点头道：“现在虽然晚了点，但是也不是不能治。不过就算治好了，将来也肯定会多少留下一些疤痕的。而且整个疗程算下来，至少花费20两，可不便宜。你们想好了？”陈江听了果断点头：“想好了，还请您开药，顺便再给我媳妇把脉，看看是否有什么沉疴救急。”大夫点了点头，给我把脉结束后道：“身子倒没什么大毛病，但是肝气郁结严重，长此以往下去，恐成心病。我再给他开几副解郁汤吧。”陈江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点了点头。看完大夫后，陈江便带我去布庄买布料，陈武、陈山则是去杂货铺买别的东西。进门后，陈山突然低头问道：“可会缝衣？”我轻轻地点了点头。是家贵女，自幼便被严格要求的容颜工样样具备。我的女工虽然不算特别出挑，但也是京城最好的绣娘教出来的。陈江听了松了一口气，然后让我自己去挑选布料。瞥了一眼兄弟3人身上打着好几个补丁的衣衫后，我买了2匹粗布、2匹棉布，还有1尺绸布。结账时，恰逢有妇人来寄售自己做的刺绣手帕，我不由得心中一动，随即朝掌柜打探起来。得知店里可以接绣活后，我眼前一亮，然后转头看向陈江：“夫君，我也会刺绣，可否让我也接点绣活？”陈江却蹙起眉头：“可刺绣伤眼，劳心费神。大夫说了，你要好好养身子。”听到这话，我轻轻地拉着他的袖子晃了晃。可我在家也没什么事情可做，还不如找点活干，也好给你们减轻负担啊。陈江的喉结突然滚动了一下，然后点了点头：“好，那就少接一点绣活。”见他应下，我顿时松了一口气。他们待我好，我也该投桃报李才是，否则每日待在家中光吃不动，真的很不好意思的。从布庄出来后，陈江又带我去买了香姨子和擦脸油，还有1根银簪。和陈武、陈山会合后，我们在一家面馆前用午膳，陈江直接把碗里的几片肉夹到我的碗里，我嗫嚅了一下嘴角，心里却忍不住升起一丝甜意，心里暗暗告诉自己：杨婉晴，你够幸运了，这么会疼媳妇的男人叫你遇到了，老天爷够厚待你了。到家后，陈江就迫不及待地帮我额头上的血痂敷药，我则是量了兄弟3人的尺寸，开始为他们裁布缝衣。未出阁时，我也曾幻想过婚后为夫君量体裁衣的生活，那时却怎么也没想到，有朝一日我会为3个男人做衣服。新衣做成那天，3人的表情都很惊喜，陈江看着我的眼神更是亮得吓人。我本能地瑟缩了一下身子，心中有种不妙的预感。果不其然，当晚我几乎一夜未睡，额头接连敷了2个月的药膏后，厚厚的血痂终于彻底退下。
只留下一块粉嫩的疤。若是养一养，再用脂粉敷一下，也看不出来什么。不过血痂去掉后，陈江也变得更疯了，以至于现在天一黑，我就心惊胆战的。好在去老大夫那敷茶时，他提醒了一下陈江，还是有些干预。除此外，还纵欲过度，伤了身子，有些虚了。年轻人还是要节制些啊！你身强体壮，受得住；你媳妇儿身子弱，也扛不住啊！闻言，我顿时满脸爆红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而陈江则是面露懊悔：“我知道了，多谢您的提醒。但让我松了一口气的是，回去后，陈江果然不像之前那样疯狂了。我终于有了喘口气的时间。转眼间，我来陈家已有快1年了。得益于卖刺绣的钱，陈家现在已经起了新房子，每人都有了单独的房间。不过这1年，我基本没怎么出门过。一是懒得外出社交，二是我额头上的疤痕消失后，担心被人认出来身份。现在整个乡府活下来的只有我一个，我好不容易才从青楼逃出来。”不想节外生枝，只是每每坐在院子里抬头看天时，总忍不住想起乡府被抄那日的惨状，而我非但无法替他们报仇，还只能苟且偷生。每次去检查，大夫总说我干预，可一想起杨家的惨状，我如何开心的起来？轻叹一口气，我拿起针线继续绣花，可一不小心却被针扎破了手指头。微微皱眉后，我吸了吸手指上的血。突然，院子大门被陈江推开，我惊诧地看着他：“夫君，你不是去镇上了吗？”陈江却在这时大步朝我走来，然后一把将我扯起来，紧紧地抱在怀里。“媳妇儿，先皇驾崩，新帝登基，为杨家平反了。”闻言，我浑身一僵，呆怔在原地。你说什么？”陈江紧紧地抱着我，“乡府被平反了。”下一刻，我顿时哇的一下吐了一口黑血，昏死过去。等我醒来时，又是在药堂，没什么大事，只是受了刺激，解了胸中郁结，才会吐了黑血。这对他来说反而是好事。还有啊，他已经有了2个多月的身孕，这段时间莫要行房。闻言，我错愕地睁大眼睛，我有身孕了。陈江见我醒来，立刻凑了过来，将我扶了起来，而大夫则是笑着点了点头，不错。不过今日你情绪波动太大，动了胎气，回去后还要喝点安胎药。我连忙点了点头，右掌不由得伸到腹部。等到家后，兄弟3人都紧张地看着我的肚子，而我则是抬眸看向陈江。“你早就知道我的身份了。”听到我的话，3兄弟的表情都一下变得紧张复杂起来。陈江让陈武、陈山出去后，才嗓音微哑地朝我道：“刚开始在人牙子那看到你的时候，我还不太确定，直到你抓住我的裤脚，我打量了一会儿，才确定了。”见陈江这样说，我不禁皱起眉头。“可是你怎么会认识我？我们以前见过吗？”陈江点了点头。7年前我们在京城见过，那时我爹刚死，我们3个在街上卖身葬父，是你路过见我们可怜，给了我们10两银子，葬了我爹后，我就带着小武和小山回老家了。”闻言，我惊愕地看着陈江，这才模糊地记起当时这件对我来说不值一提的小事。没想到我们之间还曾有这样的渊源，难怪父亲常对我说：“但行好事，莫问前程。”若非当初偶然帮了他们兄弟3人，那日陈江又怎会买下我，为我赎身？片刻后，陈江又紧张地看着我道：“现在杨家已经平反了，如果你现在回到京城，皇上应该会补偿你的。你想回去吗？”看着他紧张不安的表情，我轻轻地笑了笑，摇了摇头。从前的杨婉晴已经死了，以后这里才是我的家。回去不说我嫁给了山野村夫，就说我曾被卖入青楼这一点，已足够京城的悠悠众口把我淹死。现在能安安生生的在这里过下去，我已经知足了。陈江听了我的话，忍不住一把将我抱起：“媳妇儿，谢谢你肯留下来，我会永远对你好的。”番外，父亲重病耗尽家产后，还是死了，止于一卷破草席裹身。那年我才12，2个弟弟8、9岁。为了安葬父亲，我决定卖身葬父。2个幼弟见状，也朝自己头上插了稻草。“大哥，我们还小，兴许有没儿子的人家想买去养老送终呢。”我握紧拳头，含泪低头。期间有好几个人来过问我的价钱，听说我要10两银子后，都摇了摇头。你这个年纪正是长身体能吃的时候，买回去虽然能干活了，但是光是粮食就要花费不少，10两银子实在不划算。至于2个幼弟，倒是被南风馆的老鸨看中了，我知道那是什么地方，所以即便他们出的价高，也还是拒绝了。我宁可他们被贱卖给穷苦人家当儿子，也不想他们进了南风馆被人玩弄一生，身不由己。而就在我准备降低自己的价格时，一个衣着华贵的小姑娘跟着丫鬟过来了，看到我们头上的稻草，她好奇地看过来：“私话，他们为什么在头上插稻草啊？”那丫鬟同情地看了一眼我们，向她解释了我们这样做的原因。小姑娘得知我们是在卖自己，顿时面露不忍，随即朝丫鬟道：“他们的父母若是知道自己的孩子为了安葬他们卖了自己，也会伤心的吧？私话，我不买首饰了，把银子给他们吧。”丫鬟有些不赞同地看着她：“小姐，这世界上的可怜人多着呢，您帮得过来吗？”她只是怜悯地看着我，我是帮不过来，但至少能帮我看到的可怜人，就当是成全了他们的一片孝心了。丫鬟无奈地点头，递给我们10两银子，拿着吧，今日算你们走运，碰到我们小姐了。我感激不已地接过银子，朝她道谢。她用那双明亮清澈的眼睛看着我：“快回去把你父亲好生安葬了吧。”我握紧银子，紧紧地看着她，敢问小姐尊姓大名？
这份恩情无以为报，来日若有机会，我们兄弟三人定会结草衔环相报。他立刻摆了摆手，举手之劳罢了，不必挂怀。那丫鬟见状，立刻道：我家小姐乃是相国千金，怕是没有让你结草衔环相报的时候，你们快回去吧。说完，便扶着那小姑娘离开了。而我们三人则是一直死死地盯着她的背影，将她的模样深深地刻在脑海里。安葬了父亲后，我们兄弟三人便靠着剩下的几两银子，一路颠簸回了老家。靠着父亲教过的剑法，我成了一个猎户，靠打猎勉强养活2个弟弟。午夜梦回间，脑子里总是会闪过那小姑娘的身影，但我做梦也没想到，有朝一日我会在街市的奴隶摊看到她。起初我以为自己看错了，那蓬头垢面的女子，顶多是眼睛和她长得很像，可双脚还是忍不住朝她走过去。结果她却死死地抓住了我的裤脚，用看救命稻草一样的眼神，绝望又期望地盯着我，求我买下她。盯了她好一会儿后，我终于确定，这就是我在梦里亵渎了无数次的小姑娘。我不知道她经历了什么，怎么会落难至此，我只知道自己日思夜想的人现在就近在眼前。瞥了一眼人牙子激动的眼神，我低头语气微沉地朝他道：我家中贫苦，兄弟三人尚未娶妻，若跟了我，就得照顾我们兄弟三人，你可愿意？他拼命点了点头，然后昏死过去。见状，我的心瞬间就作一团，可当着人牙子的面，却是不敢露出丝毫异常，反而还皱眉道：这身子骨也太弱了，能生孩子吗？人牙子听了，立刻咧嘴，笑着极力推销：当然能啊，要不是他把自己头上撞的这个大疤毁了容，他早就被买走了。我也不坑你，5两银子，你把人带走。闻言我冷笑一声：你忽悠谁呢？5两银子都够我娶一个了。说完，假装转身要离开。人牙子见状，连忙拉住我：等等，3两不能再少了，最多2两。要不是我实在娶不起媳妇儿，你以为我会买她一个破了相的女人吗？人牙子听了，咬了咬牙道：2两就2两。我心下一松，交了银子，拿了他的卖身契后，第一时间去衙门消了他的奴籍，然后如获至宝般一路抱着他轻飘飘的身子回了家。小吴小山见我带了个破相的女人回来做媳妇儿，都很是震惊，可在知道她就是当年那个帮了我们的小姑娘后，立刻就接受了她。大哥你放心，以后我们一定会好好对待她的，没有她就没有现在的我们，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。我点了点头，然后沉声道：相府应该出事了，等他醒来，你们就假装不认识他，省得他想起以前的伤心事。两人立刻郑重的点头，而他睡了1天1夜才醒过来，看着他眼里的惶恐，我的心都要碎了。为了让他尽快适应我的存在，那晚我用尽手段撩拨他，力求给他最好的体验，并再三向他保证自己一定会好好对他。而不断的深入接触后，他果然很快适应了我的存在。杨家平反的消息传来时，我既为他开心，又感到不安。想到大夫一直说他郁结于心，我还是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他，却没想到他竟当场吐了一口黑血，吓得我魂儿都差点飞了。好在大夫说这是好事，而且还告诉我他有身孕了。最让我惊喜不已的是，他并不打算舍弃我返回京城。那一刻，我才彻底放下心来。安胎药的苦涩在舌尖蔓延，我却抿着唇一口饮尽。陈江坐在炕边，伸手替我拭去唇角残留的药汁，指腹带着粗糙的暖意，动作轻柔的仿佛怕碰碎了1岁的瓷瓶。苦不苦？他低声问，从怀里掏出一颗用油纸包着的麦芽糖，小心翼翼地递到我嘴边。镇上张记的，特意给你买的。我含住糖块，甜意瞬间冲淡了药味，点了点头。还好。窗外，陈武和陈山正忙着加固院子的篱笆，两人时不时朝屋里望一眼，那眼神里满是小心翼翼的期盼。自从知道我怀了孕，这兄弟俩比陈江还要紧张，每日里变着法子给我找不身子的食材。上山时专挑温顺的猎物打，生怕动静大了惊着我。陈江握住我的手，掌心贴着我的小腹，语气里带着难以掩饰的欣喜。大夫说要静养，往后绣活也别做了，安心在家待着。我摇摇头，闲着也是闲着，做点轻便的，不碍事。如今陈家的日子渐渐好起来，新房子宽敞明亮，院子里还开辟了一小块菜地，种着青菜和萝卜。可我总想着多为这个家做点什么，毕竟这里是我如今唯一的归宿。陈江却不依，眉头微蹙，听话，大夫说了，你的身子不能劳累，再说家里不缺那点钱。他顿了顿，又补充道，我往后多打些猎物，卖了钱给你买补品，给孩子攒着将来读书的钱。看着他认真的模样，我心里暖暖的。从前在相府锦衣玉食，却从未有过这般踏实的感觉。那时的侯府世子未婚夫，虽温文尔雅，却总带着一丝疏离，从未像陈江这样将我的安危和冷暖放在心尖上。对了，我忽然想起什么，抬头看向陈江，杨家平反，皇上有没有说什么补偿？陈江的眼神暗了暗，轻声道，我托镇上的秀才打听了，皇上说会归还相府部分家产，还会给杨家后人一个爵位。不过他犹豫了一下，相府旧部大多已经离散，那些家产就算拿回来，也需要人打理。而且京城那边，我明白他的意思，京城是我的伤心地，那里有相府被抄的惨状，有我失去的亲人，还有那些曾经对杨家落井下石的人。如今我已嫁作人妇，怀了孩子，再回去只会徒增烦恼。我不回去，我坚定地说，这里有你，有2弟3弟，还有我们的孩子，
这里就是我的家。至于那些家产，若是皇上执意要给，便捐了吧，或者分给那些曾经受杨家牵连的人。陈江闻言，紧紧地抱住我，好，都听你的。他的下巴抵在我的发顶，声音带着一丝哽咽，媳妇儿，委屈你了。我摇摇头，回抱住他，不委屈，能遇到你们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我的肚子渐渐隆起，行动也越发不便。陈江几乎不再上山打猎，每日里在家陪着我，要么劈柴挑水，要么给我熬汤做饭，把我照顾得无微不至。陈武和陈山则轮流上山，每次回来总会带回些新鲜的野果和温顺的小动物，比如兔子、野鸡，说是给我补身子。这天，陈山从山上回来，手里拎着一只五彩斑斓的小鸟，兴奋地跑进屋里。嫂子，你看我在山上发现的，长得可好看了。林姐妹儿，小鸟被关在一个竹编的笼子里，叽叽喳喳地叫着，确实十分可爱。我笑着摸了摸陈山的头，谢谢你，三弟。陈山挠了挠头，嘿嘿一笑，嫂子喜欢就好。对了，大哥让我问你，晚饭想吃什么？我和二哥去做，随便做点就好，不用太麻烦。我说道。一旁的陈江却开口了，做个清炖鸡汤，再炒个青菜。他现在胃口浅，油腻的吃不下去。陈山连连点头，好嘞，我这就去和二哥说。说完便蹦蹦跳跳的跑了出去。陈江在我身边坐下，扶着我慢慢躺下。累不累？要不要睡一会儿？我靠在枕头上，看着他忙碌的身影，心里满是幸福。从前的我何曾想过自己会过上这样的日子？没有勾心斗角，没有尔虞我诈，只有家人的关爱和陪伴。迷迷糊糊间，我仿佛又回到了相府。那时的我还是个养尊处优的千金小姐，爹娘疼我爱我，府里的下人对我恭敬有加。可一场变故让我失去了所有，若不是心腹丫鬟替我赴死，若不是我当初鼓起勇气抓住陈江的裤脚，恐怕我早已不在人世。媳妇儿，怎么哭了？陈江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，他伸手拭去我眼角的泪水。我睁开眼，看着他担忧的眼神，摇了摇头，没事，就是想起了一些往事。陈江握住我的手，轻声道，都过去了，以后有我不会再让你受委屈。他的眼神坚定而温柔，让我心中的阴霾瞬间散去。是啊，都过去了，从前的杨婉晴已经死了，现在的我是陈江的妻子，是陈家的儿媳，是即将为人母的女人。我要珍惜眼前的幸福，好好生活。随着预产期越来越近，陈江越发紧张，他特意去镇上请了稳婆，还买了许多生孩子需要用到的东西，比如剪刀、纱布、红糖等等，把一切都准备得妥妥当当。陈武和陈山也十分焦虑，每日里除了上山打猎，就是围着我转，生怕我有什么闪失。有一次，我只是稍微咳嗽了2声，陈山就急得不行，非要拉着我去镇上看大夫，最后还是我好说歹说，他才作罢。这天夜里，我突然被一阵剧烈的腹痛惊醒，我咬着牙，紧紧地抓住身下的被褥，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冷汗。陈江，陈江，我虚弱地喊道。陈江睡得很轻，听到我的声音，立刻醒了过来。他点亮油灯，看到我痛苦的模样，顿时慌了神。媳妇儿，怎么了？是不是要生了？我点了点头，说不出话来。陈江立刻起身，一边穿衣服，一边朝门外大喊：小武、小山，快起来，你嫂子要生了。很快，陈武和陈山就跑了进来，两人也是一脸惊慌。大哥，怎么办？陈山急得团团转。别慌。陈江深吸一口气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小山，你快去把稳婆请来。小武，你去烧点热水，再把我准备好的那些东西拿过来。好。兄弟俩齐声应道，转身就往外跑。陈江回到炕边，握住我的手，媳妇儿，别怕，稳婆马上就来，我陪着你。腹痛越来越剧烈，我疼得浑身发抖，眼泪不受控制地往下流。陈江一直紧紧地握着我的手，不停地安慰我，坚持住，媳妇儿，很快就好了，你那么坚强，一定能顺利生下孩子的。我不知道过了多久，稳婆终于来了，她手脚麻利地准备着，一边给我打气，夫人，再加把劲，孩子快出来了。陈江在一旁急得满头大汗，却什么也做不了，只能不停地给我擦汗，轻声安慰我。啊！随着一声惨叫，我感觉身体里的某个东西滑了出来，紧接着婴儿的啼哭声响彻了整个房间。生了，生了，是个儿子。稳婆抱着孩子，满脸笑容地说道。陈江愣在原地，看着那个小小的婴儿，眼泪瞬间流了下来。他小心翼翼地接过孩子，动作笨拙地抱着，仿佛抱着一件稀世珍宝。媳妇儿，你辛苦了。他走到炕边，哽咽着说道。我虚弱地笑了笑，看着他怀里的孩子，心里满是柔软。这个孩子是我和陈江爱情的结晶，是陈家的希望。孩子的出生给陈家带来了无尽的欢乐。陈江给孩子取名陈念阳，寓意着思念杨家，也纪念我们之间的缘分。陈武和陈山更是把小念阳当成了掌上明珠，每日里只要一有空，就会围在孩子身边，逗他笑，陪他玩。陈山还特意用木头做了一个小摇篮，精致又结实，小念阳躺在里面，睡得十分安稳。我坐月子期间，陈江更是体贴入微。他按照稳婆的嘱咐，每天给我熬鸡汤、鱼汤、猪蹄汤，变着法子给我补充营养。他还学会了给孩子换尿布、开嗝，动作虽然有些笨拙，却十分认真。这天，陈江抱着小念阳坐在我身边，轻声道：
媳妇儿，你说我们再生一个女儿好不好？凑成一个好字。我看着他期待的眼神，笑着点了点头。好啊。陈江顿时喜笑颜开，在我脸上亲了一口。太好了，等你身子养好了，我们就再生一个。一旁的陈武和陈山也跟着起哄。对啊，嫂子，再生个小侄女，我们给她买好多好吃的，好多好玩的。看着他们开心的模样，我心里满是幸福。这个家因为小念阳的到来变得更加温馨和睦了。小念阳渐渐长大，长得虎头虎脑，十分可爱。她继承了陈江的相貌，剑眉星目，鼻梁高挺，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弯弯的，像极了陈江。陈江对小念阳寄予厚望，从小就教她读书写字，还教她射箭打猎。小念阳也十分争气，聪明伶俐，学什么都很快。这天，陈江带着小念阳上山打猎，回来的时候，两人手里都拎着一只兔子。小念阳兴奋地跑到我身边，举起手里的兔子。娘，你看，我打的。我摸了摸他的头，笑着说，念阳真厉害，不过以后打猎要小心一点，别受伤了。知道了，娘。小念阳乖巧地点了点头。陈江走过来，把兔子递给陈武，拿去处理一下，晚上给媳妇儿和念阳炖兔子汤喝。陈武接过兔子，笑着说，好嘞，大哥嫂子，我这就去。晚饭时，一家人围坐在桌子旁，喝着鲜美的兔子汤，聊着天。小念阳坐在我和陈江中间，叽叽喳喳地说着山上的趣事，逗得大家哈哈大笑。对了，夫君，我突然想起什么，开口道，前几日我绣了几幅屏风，让镇上的布庄掌柜帮忙寄售，今日掌柜派人来说已经卖出去了，得了50两银子。陈江闻言点了点头，不错，媳妇真能干，这些钱你自己留着，想买什么就买什么。我摇摇头，家里也需要用钱，念阳以后还要读书，不如用这些钱在镇上开一家绣坊吧，这样我既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也能多赚点钱。陈江想了想，说道，好啊，我支持你，不过你要注意身体，不能太累了。陈武和陈山也纷纷表示支持。对啊，嫂子，开绣坊是个好主意，我们可以帮你打理店铺，你只管在家绣花就行。看着他们支持的眼神，我心里充满了感激。有这样一家人支持我，我相信我的绣坊一定能开得红红火火。绣坊很快就开起来了，选址在镇上最繁华的街道。陈武和陈山每天轮流去店里帮忙，陈江则负责采购布料和丝线，我在家设计绣品，然后教几个附近的农家女子绣花，让他们帮忙加工。我的绣品做工精细，图案新颖，很快就受到了镇上百姓的喜爱。许多富人家的太太小姐都慕名而来，纷纷订购我的绣品。绣坊的生意越来越红火，赚的钱也越来越多。这天，一位穿着华贵的夫人来到绣坊，看到我的绣品后，连连称赞，真是巧夺天工啊！这位绣娘一定是位心灵手巧的姑娘。陈武连忙上前说道，夫人过奖了，这都是我嫂子绣的。那位夫人点了点头，说道，我想订购一幅百鸟朝凤图，不知道绣娘能不能做？当然可以。我从里屋走出来，笑着说道，夫人放心，我一定会尽心尽力做好的。那位夫人看着我，眼神里带着一丝惊讶，没想到绣娘这么年轻漂亮。她顿了顿，又说道，我听人说你是相府的千金。我的心里咯噔一下，脸上的笑容僵住了，没想到还是有人认出了我的身份。陈江立刻上前一步，挡在我身前，沉声道，夫人，往事不必再提，如今她是我的妻子，是这家绣坊的主人。那位夫人见状，连忙道歉，对不起，是我唐突了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十分敬佩相爷的为人，也为杨家的遭遇感到惋惜。我定了定神，笑着说道，没关系，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，我现在过得很幸福。那位夫人点了点头，说道，那就好，百鸟朝凤图我不急着要，你慢慢绣，多少钱我都愿意出。多谢夫人。我说道，我会尽快给您绣好的。送走那位夫人后，陈江握住我的手，担忧地问道，媳妇儿，你没事吧？我摇摇头，我没事。其实我早就不在乎别人知道我的身份了，现在的我有你，有孩子，有这个家，这就足够了。陈江看着我，眼神里满是欣慰，媳妇儿，你真的长大了。井号35，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，绣坊的生意也越做越大。我不仅在镇上开了绣坊，还在周边的几个县城开了分店，雇了更多的人帮忙。陈武和陈山也各自成了家，娶了邻村的姑娘，日子过得十分幸福。小念阳也渐渐长成了一个英俊的少年，他不仅读书好，射箭打猎也是一把好手。他常常跟着陈江上山打猎，回来的时候总会带回许多猎物。这天，小念阳从山上回来，手里拎着一只鹿，兴奋地跑到我身边，娘，你看我打的鹿，这是我第一次打这么大的猎物。我摸了摸他的头，笑着说，念阳真厉害，不过以后打猎要注意安全，不要单独行动。知道了，娘。小念阳乖巧地点了点头。陈江走过来，看着小念阳，脸上露出了骄傲的笑容。好小子，有你爹当年的风范。晚上，一家人围坐在桌子旁，喝着鹿肉汤，聊着天。小念阳突然说道，爹娘，我想考科举，将来做一个像外祖父那样的好官，为百姓谋福利。我和陈江对视一眼，都从对方的眼里看到了欣慰。陈江点了点头，好啊，
念阳，爹支持你，只要你好好读书，将来一定能实现自己的梦想。我也说道，念阳，娘相信你，不管你将来做什么，娘都会支持你。小念阳重重地点了点头，谢谢爹，谢谢娘，我一定会好好读书的。小念阳果然没有辜负我们的期望，他勤奋刻苦，寒窗苦读10年，终于考中了进士。消息传来的那天，陈家上下一片欢腾，陈江特意杀了一头猪，宴请了村里的乡亲们，镇上的百姓也纷纷前来祝贺，都说陈家出了个状元郎，虽然只是进士，但在乡亲们眼里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了。那位曾经订购《百鸟朝凤图》的夫人也派人送来了贺礼，还说要把我的绣品推荐给京城的权贵们。小念阳在京城做官后，常常写信回来，告诉我们他在京城的生活和工作。他说他一定会像外祖父那样为官清廉，为民做主。我和陈江也常常去京城看望他，每次去京城，我都会想起当年相府的惨状，心里难免有些感慨。但看到小念阳在京城过得很好，而且能够为百姓做事，我又感到十分欣慰。这天，小念阳带着我们去了曾经的乡府，如今的乡府已经被朝廷归还，经过修缮，恢复了往日的模样。看着熟悉的庭院，我仿佛又看到了爹娘的身影，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。陈江握住我的手，轻声道：“媳妇儿，都过去了。”我点了点头，擦去眼泪。是啊，都过去了。现在的乡府已经不是当年的乡府了。小念阳看着我们说道：“爹娘，外祖父和外祖母在天有灵，看到我们现在过得这么幸福，一定会很开心的。”我和陈江对视一眼，都露出了幸福的笑容。岁月如梭，转眼间，我和陈江已经携手走过了几10年，我们的头发都已经花白，小念阳也已经成了朝廷的重臣，他的孩子们也都长大了，各自有了自己的生活。陈武和陈山也都老了，他们和自己的妻子一起守着家里的田地和绣坊，日子过得十分惬意。这天阳光正好，我和陈江坐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，喝着茶，聊着天。媳妇儿，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吗？陈江笑着问道。我点了点头，脸上露出了回忆的笑容。当然记得，那时候我抓住你的裤脚，求你买下我，你问我愿不愿意照顾你们兄弟3人，我拼命的点头。陈江也笑了，我那时候就认出你了，看到你落难至此，心里特别难受。我发誓一定要好好照顾你，让你过上幸福的日子。你做到了。我靠在他的肩膀上，轻声道：“陈江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当年买下我，谢谢你这几10年来对我的宠爱和照顾。”陈江握住我的手，紧紧地攥着。傻瓜，要说谢谢的人是我，是你让我的生活变得有意义，是你给了我一个完整的家。我们就这样静静地坐着，阳光洒在我们身上，温暖而惬意。院子里的花开得正艳，鸟在树上叽叽喳喳地叫着，一切都是那么美好。我知道这一辈子我没有白活，虽然经历了家破人亡的痛苦，但我遇到了陈江，遇到了陈家兄弟，他们给了我无尽的关爱和温暖，让我重新感受到了家的幸福。我闭上眼睛，嘴角带着幸福的笑容，这大概就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情了。